人民文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人民文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我们的服装上面还有发型上都会有很多的非遗元素，然后我们拍戏的时候也会很注意，是，然后以至于我头上的一些绒花，那个时候有狐狸尾巴，然后我们俩在做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的时候，头发会绕在一起。他的衣服上会有一些，就到后期会有一些比较华丽的服饰，尖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帽尖儿，红红可能想要靠上去，你的贵衣服扎到我了，就类似于这种。首先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艺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的责任感，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其实不是代表我在做什么，而是别人会看到，可能会模仿你，会学你在做什么。这是我觉得当代的艺人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吧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是希望大家不管是看我的剧也好，不看我的剧也好，其实我不喜欢把他们称为粉丝，我觉得我们是一起成长的朋友。那我觉得如果哪天有空了想看了就看看，有空想买了再买，需要再买，就不花无谓的钱。有工资了给自己花，给家里人花，多关注自己的身体，不用管那些网上所谓的有的没的东西，那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到你，影响到我，影响到我们。世界很美好，大家不要只看那些阴影，面向太阳，然后一起正能量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涂山红红是什么？涂山红红啊，冷静、守护，然后坚持。红红是大姐大啊，首先大姐大，然后呢，深情、武力值 max。那如果再用3个词来形容他东方月初呢？角色啊，他太好形容了，上进，小孩哥大哥，他在涂山是大哥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热情似小奶狗一样，我天。月初就是热情成长，然后而且他很执着。最近都很流行说古希腊掌管什么什么的神，您觉得涂山红红会是掌管什么的神？就说古希腊都是中国人嘛。是，他是掌管红线的神。对。因为最近的就是很火的希腊掌管什么什么神，就是您觉得那个月初会是掌管什么神？月初是古希腊掌管这个神火的神。其实刚才应该说一下啊，我觉得月初是古希腊掌管芳心做火饭，然后又会放火哈，又会放电啊的神。如果用一种植物分别来形容红红和月初的话，会是什么植物？月初我觉得是向日葵吧，因为它很阳光，然后很积极，这样。我觉得东方月初是向日葵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温暖，然后呢跟这个太阳又搭边哈，然后它的绝招呢也是放火。我觉得红红是仙人掌，因为它外面看起来非常高冷，它是涂山大玩家，但是它内核却是一个非常稳定，然后呢又很可靠的这么一个角色。红红我还是想用苦行树来形容它，它很有责任感，然后愿意包容大家这样。BEHE 还是 OE？啥？什么意思啊 ？Bad ending 还是 happy ending？ 看戏肯定喜欢这个最好的结局啊，谁会受虐去喜欢 bad ending 啊？我喜欢看 BE。最近看到的一个互联网热梗是什么？西西不西西。互联网热梗有在冲浪吗？有在冲浪，但我一时名字说我真服了，就是热梗吧，那就是我真服了，看自己的梗，我服了，我真服了。如果可以向对方提问的话，最想问什么？你怎么看待红红和月初的情感？对，我用一个词先定义一下，我觉得是一段极限拉扯的感情，就是两个人他身上背负着同样的使命，但是呢，因为一些这个隔阂，或者是大家看事情的眼光不同，所以两个人站在的角度立场也都不同，所以会产生非常多的矛盾和这个冲突。但是两个人其实感情是一直相爱的。最近豆汁冰淇淋很火，你作为北京人有去尝试一下吗？真的有这个东西？一直想吃豆汁冰激凌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神奇。豆汁拿铁，哇！我就吓死，咱拿铁可以喝了，这跟
豆汁冰淇淋的那种冲击力还是不一样的。有没有香菜冰淇淋之类的？什么时候？上次有一个品牌爸爸寄了，一箱子吃的来剧组，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那一大箱子里面有什么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闻到了一股奇异的味道，我就翻，因为可能品牌爸爸知道我是北京人，所以我真的从那个箱子的众多的食品下面翻到了一堆豆汁儿。然后关键那个豆汁儿还是保质期是15天，我翻到的时候它已经还有2天就过期了，里面已经鼓气儿了，然后已经开始溢出来那个味道了，整个箱子的下面全是豆汁的味道。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豆汁冰激凌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这个场景，很难过。如果世界上再也没有西红柿了，你会对什么食物移情别恋？为什么要西红柿？怎么你们了？现在就要杀掉西红柿？我还有芝士。他们是我的2个底线。那我支持你。凭什么？第7做的印象最深的一个梦是什么？那天突然间梦见自己会打麻将，而且输了很多钱，很难过。什么谁好事将近了？你给最近好事将近新闻送上一些祝福吗？什么谁好事将近了？哦，祝大家早生贵子，白头到老，有真情可抵万难，然后有空来看狐妖小红娘，祝大家都收获自己的红线。童年想回忆的故事啊，虽然有点难过，就是在我回忆里面那些很快乐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呢还是那些时光会一直在我记忆里。暑假的时候都会住在爷爷奶奶家，然后从他们家的楼上阳台往下看的下面有一棵花椒树，当时是绿色的一棵一棵，然后我还说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他们说那个是做饭的那个花椒炒的那个，然后前几年我还特意找回去找到那个小区，是一个6层的没有电梯的一个楼，但是那棵花椒树不在了，但是它会一直在我记忆里，这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幸福的瞬间。